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正对俄罗斯发动高强度的地缘挤压，而近段时间，这一紧张局势大有进一步加剧的势头。上月末，德国防长卡伦鲍尔威胁要对俄罗斯进行核打击。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狠话，但美德的最新动作却预示着这将成为现实。据环球网援引英国媒体《太阳报》的报道称，日前美德军队正在密谋大事，美国意图在德国重启美苏冷战以来的第一支合作战部队。这一动作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德国防长叫嚣对俄核打击并非妄言。除此之外，美德的动作还没完。据报道介绍称，除了重启冷战先例外，美国还将在德国部署暗鹰远程高超音速导弹。这一导弹的出现也令外界十分意外。尽管美国率先开启对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但是他们在这一武器领域一直落后于中俄。直到上个月，美军公布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对于暗鹰的性能，美军十分自信，称这一导弹将能以4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凭借这一速度，暗鹰导弹可在短短的21分钟30秒内就可以攻击莫斯科。这一闪电般的攻击速度对俄罗斯是个巨大的威胁。我们知道，现在北约正在千方百计地拉拢乌克兰，在北约同俄罗斯的地缘对抗中，乌克兰成为了最后的缓冲地带。一旦乌克兰倒戈北约，那么北约的导弹就可以直接从乌克兰边境发射，而留给俄罗斯的反应时间则所剩无几。而现如今，这枚导弹不用部署到乌克兰就可以实现，足以见得这一导弹的威胁。可以想象到的是，这一举动势必会激怒俄罗斯。如今之计，军事上的亮剑就是最好的维稳办法，这也让欧洲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这一举动不单单只针对俄罗斯。此前，北约秘书长曾宣称要把中国当成对欧洲的安全威胁，而欧盟也相应的做出了敌对举动。所以说，美欧国家对峙中俄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虽然欧洲国家在经济上需要中国，但是在总体战略上，其仍然是紧跟美国的。这也给我国提了个醒儿，加速中俄联合才是面对美国围堵的上上策。而且在提出闪电攻击莫斯科后，美媒就透露出了美军的下一步计划。环球时报援引美国星条旗报称，暗鹰导弹可以从关岛发射后，在数分钟内攻击中国本土。所以说，这就更加加剧了中俄联合的紧迫性。近日，我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上宣称，为了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由于美国联合多国干涉台海问题，导致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尽管中方多次给予严重警告，但很明显，美西方并没有当回事。对此，战区部队组织的这次军事行动与往日展开军事行动的态度有所不同。战区部队表示，将保持高度警戒状态，时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明确指出，此次军事行动就是针对有关国家在台海问题上严重错误言行以及岛内分裂分子活动所采取的。这种直接点明主题的言语，可以说在此前宣布我军有关军事行动时是前所未有的。如此罕见的在夜间对外放了话，分量极重不说，用词也是非常重。看来我军对域外国家干涉台海问题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有分析人士指出，我军这种近乎直接点名的警告表态，变相反映出了在面对美西方的挑衅，中国自信的心态。可话说回来，突然展示如此强硬的态度，一度令外界有些奇怪。毕竟美西方拿台海问题做文章，挑衅中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据悉，近来一则解放军军机驱离外国军机的消息曝光，央视军事透露有外国军机闯入中国领空。对此，中国空军歼116战机飞行员第一时间用英语喊话 ：“This is Chinese PLA Air Force.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a's territorial airspace. Leav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 intercepted.” 尽管不知道外国飞机是什么类型的，也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但赶来家门口就必须把敌人给驱逐掉。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邓林表示，飞行员在听到指挥口令要上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果断按照指令冲上前去。足以看出，无论敌人如何挑衅叫嚣，一旦敢来犯，我国也将立即出击，绝不后退一步。当然了，虽然对外国飞机进行了警告驱逐，但闯入中国领空是事实。这样肆无忌惮、不怕死的行为，或许也是东部战区展开此次军事行动的关键原因。接连发出多次警告，却还敢派军机闯中国领空，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至此，东部战区出兵台海警巡，很大可能就是向美西方发出的正面反击。
只是令美西方没想到的是，刚闯入中国领空不到24小时，解放军就展开了行动，局势一下子从主动转变成了被动。在他们眼里，还把中国当成半年前的中国，不敢反击也不敢开火，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继续与中国作对。但此次东部战区的军事行动无异于是在向他们发出危险信号，中国可能要出手了。值得一提，包括媒体、相关军事专家在内的人士都曾指出，一旦惹恼中国，下场必然惨烈。所以不管未来中国如何反击，都是美西方自找的。只是就现在看来，他们认怂有点晚了，中国很可能已经被激怒。自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失败之后，印度在边境就频频爆出大动作。本以为随着边境慢慢入冬，印军的挑衅动作也会相应有所减缓，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边境入冬之际，印军高调展示了在边境的兵力部署以及后勤部署情况。据《环球时报》结合相关媒体报道称，截止目前为止，印度军方将其在边境的对峙部队增至5万人。与此同时，这一部队在边境的存在将会贯穿整个冬季。显然，印度大有在边境放手一搏的打算。不过，这样的冒险举动又能为印度争取多大的赢面呢？我们知道，冬季被认为是边境印军最难熬的季节。此前曾有报道称，在冬季来临之后，边境印军连正常的巡逻都做不到，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印度在后勤保障上的拉胯表现。运输困难、士兵基本生存物资没有保障、资金短缺，都是印度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在边境频频刷存在感，证明自身强大外，印度还想在国际事务上大显身手。不过，这次中方的一声拒绝，让印度以惨败告终。据悉，日前印度举办了一场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峰会，不过拉胯的是，这一场会议没有阿富汗代表参加，只有中亚的7个国家安全顾问出席。根据澎湃新闻的说法，在举办峰会之前，印度邀请了中方，但被中方果断拒绝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举办这一场会议的隔天，巴基斯坦也举行了另一场阿富汗局势的平行磋商。中国不仅自己去了，还把美俄带去了。这一巨大的落差也让印度国内炸锅了。一向自诩超级大国的印度，却同时遭到中美俄3个大国的无视，而另一边，在国际上并不起眼的巴基斯坦，却受到了中美俄3国的优待。这一结果也直接说明，印度如今在国际上的地位一降再降，甚至都不如巴基斯坦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这一局面也是印度该得的挑衅恶果。他们一味的对华挑衅，看不清世界大局，在频频挑衅之后，中方自然是不会给印度好脸色的。而同中方交好的巴基斯坦，却因为同中国的这一联系，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开始有所变化。印度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这一地位下降只是开始，如果他们再度执迷不悟，下场只会更惨。即使他们在边境部署了看似先进的装备，但是要和解放军一决高下还是嫩了点，其军力同中国不在一个层级，真要决胜负，印度军队只会不堪一击。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甚至被美国一再出卖之后，澳大利亚也照样颠颠的跟在美国后头。近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又向美国表忠心了，甚至如若没有澳大利亚，美国怎么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好家伙，可惜他没想到的是，美国最后却掉了链子。据媒体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达顿公开对外大放厥词，表示如果美国对台海局势采取了任何行动，那么澳大利亚必然会响应美国的号召。并且随后还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表示因为如果澳大利亚没有帮助美国出兵搞台，那么美国的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好家伙，这还真是有理有据，一边既对华放话了，一边又向美国表了忠心，最后还强调了一下自己的重要性，告诉美国，如果台海局势没有澳大利亚，美国怎么办？不得不说，澳洲这想法可以的。借用网络热词来说，这简直是完美。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为何又突然跳了出来呢？这自然是因为澳大利亚想要挽回美国了。毕竟近几个月，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态度已经开始不冷不热了，抢了法澳潜艇的订单，却又因为需要欧洲，以至于反手就出卖澳大利亚。所以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又开始打台海牌，澳大利亚自然就觉得机会来了。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就不说美国听了澳大利亚这话是怎么想的，就说中国那也是绝对不会允许澳大利亚放肆的。澳防长这种理直气壮的态度，简直是不知所谓。在中国无限期停止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后，最近澳大利亚自己的2个州为了和中国合作，已经开始独干。如果澳大利亚依然死不悔改，那么澳大利亚搞不好就要陷入内战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却在最后掉了链子，王牌战机被撞了。据悉，一架 B-52H 轰炸机又一出现严重受损的照片，在国外社交媒体上疯狂流传，并且目前这件事情还被美国空军证实是真事儿，并且受损原因还是撞上了
了维修组大楼的围栏上。好家伙，美国这还真是令人惊讶，这种撞墙的事都能发生。这轰炸机一旦携带了核弹，美国就真的是自我毁灭了。最后不得不说，这虽然是发生在美国境内的事儿，但早前美国可是时常从澳大利亚起飞轰炸机进入我国领空附近。如今这种轰炸机严重受损的照片在澳大利亚要抱大腿的时候传出来，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一种嘲讽。